现在我们距离朝鲜只有咫尺之遥了。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边境最大的口岸城市丹东。提到丹东，大家一定会想起鸭绿江。曾经的志愿军战士就是从这里雄赳赳气昂昂地赶赴朝鲜参战。丹东对面的就是朝鲜第4大城市新义州，同时新义州地区也是朝鲜的特别行政区，这里可以说是朝鲜除了平壤之外最发达的城市。隔着鸭绿江远眺，就能看到新义州的各种高楼大厦，其中太阳楼格外的醒目，上面标识着一心团结4个大字，因此又被称为一心团结楼。另外还可以看到岸边各种高楼，这在朝鲜的其他城市是不多见的。我们之前在图门和吉安隔江观望朝鲜时，就没有看到其他城市有这样的建筑群，甚至我们还看到了摩天轮。尽管如此，和丹东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丹东只是中国一个有着200万人口的小城市，但整座城市的发达程度已经远超对面的朝鲜特区。在晚上时，就能看到对面的朝鲜新义州几乎没有几个楼亮灯，而中国丹东则是灯火通明。之后我们还坐着游船去近距离观看了新义州旁边的朝鲜农村，朝鲜那一侧却是非常的破败。之前在吉安时，鸭绿江还只有200-300米宽，但到了丹东，鸭绿江已经变成了一条宽广的大河，在这里它马上要汇入黄海。来到丹东，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鸭绿江断桥，当年无数志愿军以及各种物资都从这里入朝，现在这座桥只有中国这一半是完好的。我们沿着断桥走到了尽头，看到了在战争中被炸毁的只剩几个桥墩的另外一半桥。曾经这里战火纷飞，现在和平已经降临了数十年。之前游客还可以在丹东坐火车去朝鲜旅行，火车行驶过鸭绿江，途经的就是断桥旁的铁路桥。在丹东还有很多朝鲜人开的商店、经营的餐厅，这里售卖着朝鲜的特产。丹东在历史上属于中国的东部边陲，在唐朝这里曾被称为安东都护府，所以古时这里被称为安东。晚上我们去了丹东有名的安东老街，这是丹东最有名的美食城，各种朝鲜族的美食以及很有历史感的建筑都让人耳目一新。下面就跟着狒狒和文涛开始今天的中朝边境丹东之旅。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的东北边境自驾游今天来到了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辽宁丹东。丹东是我们国家陆路边境线和海岸线的交汇处，也是我们国家漫长的海岸线最北边的起点。那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走的中国3条环国公路之一的这个国道331，到了丹东这里就算到终点了。但同时呢，我们国家另一条环国公路国道228从丹东这里又向南铺展了开来。那同时啊，丹东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边境城市，隔着一条鸭绿江，丹东的对面就是朝鲜的第4大城市，也是朝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新义州。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呢，丹东这边的像跨境旅游、还有国际贸易以及物流都是非常发达的。我们狒狒过完刚才那个广场，就来到了鸭绿江边。现在我们能看到啊，这就是鸭绿江边中国的游船，对面呢就是朝鲜第4大城市新义州。哇，真的好近呀，就隔着一条江。不过鸭绿江在这个位置好宽啊。那现在啊，我旁边的这条河就是鸭绿江，因为这一块已经到了鸭绿江的下游了嘛，所以这边的江面非常的辽阔。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方向啊，那边的这个江面是越来越辽阔了，因为再往前面一点点就到了鸭绿江的入海口。鸭绿江是从我们前段时间去的吉林长白山那边发源的，一路是流经了我们中国吉林省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然后临江市，还有我们前段时间去的吉安市。那丹东是它流经的中国第4大城市了。从丹东出去之后呢，又流经了朝鲜的新义州，全长是达到了795公里呢，最终呢是注入了黄海。确切的说，注入的那个地方叫西朝鲜湾。现在呢，我们在鸭绿江的江边走着啊，看对面的朝鲜真的是非常的近。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前面一点点那个位置，横跨在鸭绿江上有2座大桥。其中呢，离我们比较近的那个桥，不知道这个角度大家能看清楚不哈？那个桥呢，只有一半的桥面，另外一半是断掉的。那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鸭绿江断桥。那今天呢，我们准备去参观一下这个断桥。往前面一点点，它是一个景点，然后要买门票。我们等会儿到前面去看看啊。我和菲菲现在去断桥上看一下。我们现在站在鸭绿江边啊，感觉鸭绿江水的特别的辽阔，而且这边的水啊特别的湍急。不像我们在中上游的时候，那边水还比较缓，在下游这边水是又大又急，而且特别的冷。对啊，今天、在这旁边在旁边有好多旅行社，可以坐船。不坐，不坐啊。我们现在通往断桥的路上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那位呢，就是一个航空英雄，就当时击落了很多敌军的飞机。然后这边呢，还有中国的第11号界碑，是2009年立的。刚给菲菲在那儿拍了个照，我们现在准备去断桥上看一看。那个断桥据说能走到桥的尽头。对，就因为这个断桥现在剩了一半了嘛，我们现在能走到当年被炸毁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呢，听说是可以看到就是那么厚的那个铁皮卷曲起来的情况，还挺有历史感的哈，挺真实的。哇，这个鸭绿江这边生态挺好啊，各种水鸟，水鸟，打糕，来一份，回来买吧。好，这边有卖好多朝鲜特产的，像朝鲜的奶酪啊。对，其实朝鲜的特产就那么几种啊，像那个刮胡刀、朝鲜的香烟、朝鲜的纱巾，还有就是羊奶皂，另外就是有一些这个小的工艺品，但他们工艺品做的有点粗糙，就我买不下去那种感觉。是，他们那儿最大的一个特色啊，当地人跟我们说就是香烟了，香烟是他们那边。就是山上，他们的山上很多地种不了粮食，只能种烟。香烟就是这个烟叶吧，是朝鲜这个农作物3大之一。他们这个，因为大家知道朝鲜它山地比较多，大平原比较少，所以他们这个耕种的面积其实是很少的，就是把山上坡度比较大的地方都开垦出来种农作物了，但是又种不了那种像玉米啊、这个小麦这种粮食作物，只能种这种烟叶啊。这个阿姨现在穿着朝鲜的民族服装在拍照，挺有意思。我们走到断桥旁边的时候，这个售票点就是卖游船的。所以说这个游船好像是不能到朝鲜那边哈，只能是看一下江上看一下。对，它那个游船不是很划算，它就是让你在江面上漂一漂，大概看一看。因为这个鸭绿江是世界上唯一一条不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界江嘛。所以我们就中朝双方的船舶都是可以在江面上自由航行的，只要不登上对方的岸都不算越界。所以呢，它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游船啊，是可以近距离的到朝鲜那个岸边去看的。不过呢，我们打算明天去报一个那种深度的游船游，我们去看看真实的朝鲜农村长什么样子，就不想看这种对外展示的新一州嘛，因为大家知道新一州其实是朝鲜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就它整个都建设的非常的现代化，让大家去就是讲是阿不错这种感觉的，我们就不想这样子玩啊。哇，我们在断桥这儿玩着呢，忽然好多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超多的人在这边拍照，都是各种老年旅行团，特有意思。老年人特别喜欢到鸭绿江这种有历史的地方来玩的，一是可以旅游，二是可以了解历史，追忆自己的青春。看这人多哟，人山人海啊，锣鼓喧天啊！哇，这人太多了。再往前边来一个人。哎呦。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鸭绿江断桥的跟前了，大家看一下画面里，现在其实是有2座桥的，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一座叫鸭绿江断桥，那在鸭绿江断桥的后面还有一座，现在叫做中朝友谊大桥。因为有2座桥嘛，所以大家现在可能这个视觉是有一些误差的啊，就2座桥这个桥墩是交叉在一起的，但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离我们比较近的这座桥。
靠近朝鲜那个方向，桥面是坍塌的，就这个桥断成2截的。那朝鲜那一边现在只剩下几座孤零零的桥墩在江水中了。那横跨在鸭绿江上呢，这2座连接中国和朝鲜的桥是谁修建的呢？答案是既不是中国，也不是朝鲜，而是由日本人修建的。其中呢，离我们比较近的这座鸭绿江断桥，它的修建时间要早一些啊，是1909年开始开工的，然后1911年竣工通车的。那这座桥是当时日本为了攫取在中国东北的资源而修建的一条单线铁路桥。当时这个桥竣工的时候，整个的桥的长度是达到了944米，然后这个桥面的宽度是11米，其中就是这个火车过的这个通道是5米，另外2边还各自留出了3米供行人走的通道。那大家现在从画面里有没有看到哈？就是这个鸭绿江断桥，它的这些桥墩的形状是不完全一样的。那这边的靠我们岸边近的这个桥墩是比较粗的，包括到朝鲜那一侧桥墩都是比较粗的。但是最中间就是断桥最后还留着那一截儿，中间那儿有一个稍微细一点的柱子。那个柱子就是当时为了让这个桥旋转的。那当时呢，这个鸭绿江断桥它是为了就是让大型的船舶通过，它是特意设计的这样一个平行旋转的功能。就大家看现在这个桥呢，离水面是比较近的，只能像这些小一点的船舶是可以过的，大型的吃水比较深的是过不去的。那会儿呢，它是设计成这种平行旋转的，就是说呢，这个桥面就是2段之间是可以断开的。断开之后呢，围绕这个桥墩做一个90度的平行转开之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这边的就跟断桥内侧一样了，上面已经没有桥面了，整个的大的船舶是可以从江面通过去的。因为鸭绿江以前这个通航能力是非常强的，那这几年可能是由于泥沙堆积啊、河床抬高啊，通航能力已经降低了。那再往后啊，日本也是为了进一步的掠夺我们东北的资源，又在鸭绿江断桥的上游方向不足100米的位置修建了鸭绿江2桥。那现在我们习惯性的把它叫中朝友谊大桥。那这个2桥啊，当时是设计成这个双向的铁路桥的，是1937年开始修建，1943年竣工。2桥竣工之后呢，当时的1桥它就由铁路桥变成了公路桥，等于呢在那个年代啊，鸭绿江面上就是通中国和朝鲜新一州的这边是有2座桥的，1桥是公路桥，2桥是双向的铁路桥。那这2座桥呢，虽然是当时由日本人修建的，但是在2战结束之后，这座桥由中国和朝鲜双方的人民共同所有的，并且呢，在后面的这2座桥呢，承担了中方向朝方输送人员和物资这样的重大的任务。但是后面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了，在朝鲜战争中呢，美国的空军对这2座桥进行了多次的轰炸，其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断桥，就是在1950年11月，美国飞机的2次大型轰炸中炸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中呢，第1次轰炸的时候还比较的轻微啊，只是把朝鲜那个方向的一段的桥面炸到了水里。但是呢，第2次轰炸又比较严重了，当时呢，不但把朝鲜那一侧整个的桥面炸掉之后呢，还是把那边的几个桥墩完全炸毁了。那刚刚我们有讲过嘛，这个1桥当时是公路桥，后面的2桥是铁路桥，等于呢，美国把这座桥炸掉之后呢，我们和朝鲜之间就没有公路的一个通道了。那当时我们国家也是决定哈，把后面那座2桥，就是中朝友谊大桥的1半的铁轨给它改成了公路，变成了1半铁路1半公路的这样一个桥梁了。那现在啊，游客从中国去朝鲜的新一州那边旅游，依然是通过后面那座桥梁，坐着火车出去的。这座桥梁的这一边就是连着中国丹东这一侧，再往前一点就是丹东的火车站的位置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前面买门票，登上这个鸭绿江断桥去看一看。多少钱31张，2张60。哦，我们现在可以上去参观了。鸭绿江断桥。从屋里进，好，谢谢。你看这边的这个语言都是中文、英文和这个朝鲜语啊。对，朝鲜语。这是绕的。哦。哇，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我们现在已经从外面进入到景区的里面了。对，
它这个参观是这样子，从这儿先上这个桥头，然后往里面走，走到断的那个位置再返回，原路返回。这个景点不大，就大家来这边可能半小时就看得差不多了。我们刚走到这个断桥的桥头呢，就看到了一个日本的碉堡，这边还有以前的一些武器，高射炮，单管37毫米的高射炮，那边也是个高射炮。哎，这个碉堡是干嘛的？这边写了这个碉堡，这个是个炮楼，28年建的，高11米，直径6米，共5层，现在已经西斜8度了，就是有些倾斜了，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我国的见证。这个碉楼我不知道里面能进去不啊？我们可能只能从外面看一看了。就是以前的一个军事的设施啊，对，就守桥的，对，桥头的位置。我们已经到断桥的旁边了，前面就是鸭绿江断桥。所以现在拍个照，这边还有雕塑，就是当时志愿军进入朝鲜的时候一些描述吧，一些雕像的刻画。前面就是彭德怀总司令哈，对。后面、为了和平，对，后面就是志愿军的烈士们，志愿军的战士们。对，我们现在就准备去走一走这个断桥。我们刚上来的时候啊，那边有一些浮雕，还有一个日历，写的是1950年10月19日。这个日期呢，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日子。那一天的农历是9月初9，正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重阳节。其实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到，刚刚我说的哈，这个桥面宽11米。中间之前是走铁路的，宽5米，那现在改成了公路，两侧的就是各有一个3米宽的人行道。我们看这个桥的主体结构啊，还是水泥哈，然后旁边有一些很多钢架的结构，不管这个主梁还是旁边那些东西，都是钢结构的。其实这座桥的桥墩哈，就下面特别粗的那个里面也是钢筋混凝土，只是在外面这一圈包上了花岗岩，所以好多人以为它是这个石头做的桥墩。对，这里面是有钢筋的，非常的结实。是。我们感觉好像在下面看这个断桥的人多哈，买票上来的人少，这上面就10几个游客，下面的人有上百上千了。对。哇，风好大。哦，在鸭绿江上这个桥上面走啊，真风超大，风特别的大。哎，我们到断桥走了一点，你发现基本没有人到这边了。对啊，可能太冷了吧，很多人受不了。想着当年啊，多少的物资哈，顺着这个断桥一点一点的往朝鲜那边运哈，还是挺感慨的。而且运的这个过程中呢，上面还不断的有飞机在轰炸你，就感觉哎。战争太残酷了。看一下那边那个桥，中朝友谊大桥呢，现在游客是不能上去看的，只能远观。我刚看到桥头有保安在那边值守。对，其实这个桥呢，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啊，从丹东这边入朝鲜团队游的话，对，是要走这个桥过去的。是，风太大，我们走在江中间已经不行了，这吹的实在受不了。我们去那边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就回去了。其实我是挺想走到尽头去看一看剩下那几个桥墩的。刚在岸边那个位置有点远，对，走到近的位置呢，一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桥的断面的那个位置，第二可以看到桥墩，第三呢也可以更近距离的看到朝鲜新义州的一些街景。是，最初的时候啊，我们的物资都是通过这个桥运的，然后被炸毁之后呢，像费姐说的哈，就把那个桥改成两用的了，很多物资又从那儿运了。我走在桥边，带大家看一看鸭绿江的江水。哦，这江水感觉泛着深绿色，灰灰的，有点灰，有点绿的颜色，灰绿色。前面就是朝鲜的新义州了，那边的楼感觉离我们特别的近。哦，好近啊，感觉跟朝鲜哈。对，其实从江面上也比较能清楚的看到中国和朝鲜双方的风光啊。我们中国这个丹东呢，其实。虽然它也是一座地级市，但说实话呢，这个260多万的人口在中国不算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啊。但是跟朝鲜这个第4大城市比起来，我们丹东依然还是比他们大很多的。是，可以看到就是画面左边的这个朝鲜新义州，靠江边这一侧有一些高层啊，再往后就没有看到太多了，平房居多吧。是。然后我们这一边呢，就从这个城市建设上来说，还是比朝鲜要好太多的。
但是我们丹东跟新一州有个很大的不同，新一州从卫星地图上看呢，它这个整个城区是呈现一个比较方的一个形状，因为它那边平原多嘛，比较方一些。而我们的丹东是一个长条状的，在江边，大概从江面到后面有个4-5公里这个位置，一个长条。对。再往后面走，因为我们这边都是那种丘陵跟山地了，因为地形的限制啊，丹东它不是一个特别方块状的平原型的城市了。是。我们在这儿看啊，前面有个口特别的窄，这块还算宽一些的。那个就是月亮岛。哦。那个是就鸭绿江上有很多块岛屿，其中大部分属于朝鲜。有一小部分属于我们，其中那个月亮岛就是属于中方的一个比较大的一块儿。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月亮岛上面盖起了很多的像船帆一样的那个高层的楼房，那块儿也是据说在丹东房价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走到断桥的尽头了。那在这个位置呢，看到这边有一个独特的开闭梁的展示，可以看到下面还有很多的那种巨型的齿轮啊，互相咬合着在下面那个位置。就是刚刚我们介绍过了啊，包括它那个图片上面也有画的，就是之前呢这个桥梁是为了方便大型船舶通过的，它这一段的桥面是可以整体成一个90度的平行旋转的。就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桥本来是一个直线，中间突然有段断开，旋转90度之后，不就跟这个桥面整个垂直了？那两边不就可以让大型的船过了吗？上面就没有那个桥面去限制它了。是的。像那个图片指示的一样，本来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桥转一下之后，大型船舶就可以过来了。对，这个桥呢，据说哈，在当时是每一天开4个小时，就4次，一次1小时，早上2次，下午2次。这一段就是那个开闭梁的位置，当时它是有9个那种大的齿轮牵引着去开的。据说哈，那会儿这个桥从闭合状态到完全的90度需要20分钟才能彻底的打开，然后收回去又需要20分钟。哇，太冷了这边。哇，不过这边离朝鲜真的好近啊，感觉我们走几分钟就到朝鲜了。这边有一个观景平台可以下去。是。哇，从这儿看下面好害怕呀。对。因为它这个桥面已经炸掉了，没有了。现在下面就是滔滔的江水。对。这个看着有点晕眩。下面就是江水啊！天哪。哇塞，这我不敢走呀。没事儿。这整个都是悬空的。没事，慢点儿。我们现在往这个桥的尽头走，大家挺害怕的，非不敢走，因为两边这个镂空的，大家能看到江水。狒狒胆战心惊，一点点在挪。前面就是朝鲜了。哇，能看到这边好多被当时轰炸炸毁的这些钢建筑，这还有当时的炮弹啊，应该是食物吧。你看这栏杆上，感觉都有以前的那个炸过的痕迹啊。对。这个位置就是桥梁的这个断面了。你看这些这么厚的这些钢筋啊，全都卷在一起了。对。我的天，这当时是投下了多少炸弹啊？炸成这样子了。我们狒狒终于到鸭绿江中国这边的断桥的尽头了。朝鲜那边是没有修复，能看到几个桥墩，然后几个桥墩过去之后呢，就到新一州了，特别的近。他们那个桥墩也不是完全完好的，就是那2个桥墩中间的那一个已经彻底毁掉了。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桥墩的外面包着石头的，但是里面是这个钢筋混凝土做的。对。现在江面上的风特别大，我的帽子已经戴不住了。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哈，看对面的朝鲜新一州非常的近。他们这个建筑、楼房、马路，还有公园，包括那个摩天轮，我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其中呢，有一座就造型最独特的这个楼哈，大家看它这个中间是一个圆形的，两侧呢还有2个就普通形状的楼。那这个楼的造型呢，就非常的像红太阳。大家看，在这个江的那一侧哈，从江面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其中呢，这个圆形的楼，它下面还有几行白颜色的，就特别像这个祥云朵的造型。那这个楼的中间有几个朝鲜语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一心团结的意思。我们站在这儿看啊，就感觉到朝鲜跟中国的差距之大了。这新一州在朝鲜已经算是很繁华的一个城市了，特别行政区，被称为朝鲜的小香港。对，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特权嘛，算是。它是对中国的一个口岸城市，所以就类似中国的深圳这样一个很繁华的城市了。但你看它跟丹东比的话，
丹东只是中国的一个4线城市，这边的高楼大厦完全就基本上跟朝鲜比不了啊，朝鲜差我们太多了。你看那个摩天轮，我们这儿摩天轮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啊，他们的摩天轮感觉就是跟小孩的小玩具一样的，小小的几个摩天轮。就是我们这些天啊，在中朝边境这边游览哈，就是观察下来，感觉朝鲜还是相对落后一些的。他们整个的城市建设啊，还有一些经济水平啊，就基本上相当于咱们中国在90年代的水平。我们从高处去看到他们城市的这个机动车是非常少的，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这个自行车。那像摩托车都算是不错的了。好，我们现在就回去了，因为这边风，江上的风实在太大了，体感温度我们的手已经冻僵了，感觉跟最冷那几天一样了，跟喝漠河一样。然后以后大家如果能去朝鲜呢，就坐旁边那个火车站的火车，顺着旁边这个铁路桥到朝鲜去玩。哎，真的是不忍直视呀，就炸成这个样子了。现在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当时的一块桥墩，大家看这个桥墩上面的钢筋混凝土都已经被炸开、炸裂了。这个位置，这是我们中国后面在上面又用钢架加固过之后的形状了。看这边这个钢全部都是卷曲起来的。在这边还有很多的望远镜，可以看到朝鲜，是特别的近，能看到。然后这边有卖打糕的。有热的吗，老板？哪个热的？这热的啊，有点热，还可以。买一个打糕10块钱，豆沙打糕。朝鲜百货。朝鲜商店。买点纪念品。哇，没有老板啊，老板在。这是我刚刚在那家朝鲜商店里面买的朝鲜特别有名的羊奶皂，特别香啊！这个是薰衣草味的，颜色是那种花，它上面有薰衣草嘛，干的花瓣看。然后他们家还有这个玫瑰的，还有其他味道的。但是我发现这边只要是朝鲜人开的这个商店啊，统一是不让拍摄的，不让拍照。但是中国人的商店可以随便拍，挺神奇的啊！就感觉整个朝鲜都非常的神秘，连店铺里面东西都不让我们拍。对。不过这个真的很好闻，这个在家里如果说是，不当肥皂用的话，放到柜子里当个香薰，我觉得也不错啊。我们还买了一盒这个打糕，朝鲜的打糕。咱们中国的朝鲜族也是吃这个的，我们在延吉买了很多，都很好吃。对，买完了我们就先回酒店休息了。今天实在是太冷了，我们的手啊在断墙上面冻得到这会儿都没有缓过来。是，我们在断桥回酒店的路上啊，看到了丹东市有很多这样子的，就像一个堤坝一样的建筑的东西。我们这两天就老看见，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刚才问了一下本地人才知道，因为鸭绿江的江水哈，每年都有这个汛期。那曾经在90几年，好像是95年的时候，水涨得非常高，丹东还有对面的新义州都被淹掉了。所以呢，这边就是常年有这个堤坝去保护着城里面的人和建筑。但这个坝呀，是最早是日本人修的，就围绕着整个的丹东城区外面一圈儿。都是这个高度呢，大概在3米到4米之间啊。然后它特别宽嘛，而包括地上它是有这个轨道的，里面呢说是有那个铁门，到时候可以出来把这个挡起来。就整个的城里面啊是在保护区中的。像90几年那次洪水啊，整个的新义州被淹了之后啊，有一片那个将军楼，据说都因为进水损毁严重而无法居住，变成一片空楼了。但是我们丹东这边就还好，因为有这个堤坝。对我们来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就看起来特别的像那种军事设施一样的那种感觉。问了当地人才知道，原来就是丹东这边整个一个防洪水的一个算是一个设施哈，全城的设施很厉害。我们今天晚上准备来安东老街逛一下。
安东老街就是丹东市区内一条非常著名的小吃街，游客来这边呢都会来这儿打卡或者吃点东西，就跟我们西安的回民街一样。因为呢，丹东啊，在以前很长段时间都是叫安东的，丹东这个名字是解放后才改的，所以呢这边就叫安东老街。但听说呢，里面也不是什么老建筑啊，都是就是近些年为了发展旅游做的那种仿古的建筑。我们现在去里面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这门牌这好像是呀室内的啊，室内的那也可以。我以为是那种就跟回民街一样那种露天的摊儿，挺好的。哎，等一下，尊敬的客人，因天气寒冷，现关闭5号门，请移步到1号门。就说这个门没开，对，我们现在要找1号门。哦，是这样子。今天那个丹东降温了，很冷。大家看我嘴巴，好像又能哈出来白气了。刚进来感觉穿越了，所以说特有民国那种感觉。好民国呀！这个不就是以前那种黄包车吗？对。这个能坐呀？啊！多少钱，帅哥？20块钱。哦。哇，5条人糖水铺，这是广东的吧？台湾丸子王，我觉得这边好像全国的小吃都有啊，还有台湾丸子王呢。我感觉这个里面就是全国的吃的好像都有啊，像四川的麻辣烫，然后这个广西的螺蛳粉，重庆的小面，还有这种像台湾的小丸子，啥都有啊。如果说是特色的话呢，我认为应该是朝鲜族的一些美食，算是安东就是丹东这个地方的安东老街比较特有的。比如说这个鲜族人家卖的东西啊，还有那边还有2位穿着这个朝鲜族衣服的。哇，你们这个好好看呀！你们是朝鲜族吗？是，在这工作的啊。哦，好看呢。这冷不？穿着，冷不冷？看着薄啊。有韩式的这种年糕什么的，米肠年糕。海鲜泡菜，芝士炒年糕。哇，螺蛳粉。我们在安东老街转了转，感觉这边的最有特色就是建筑了哈。你说吃的话，感觉跟全国的步行街都差不多。对，还有好多是连锁的，比如阿甘锅盔这种啊，全国连锁的店。基本都是全国哪儿的吃的都有。我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穿个旗袍拍写真，挺好的。是的，雪棉豆沙嘛。太甜了，我不敢吃。油炸的，太油了这个吉林把这叫雪衣豆沙，其实是一个东西。不是，它有2种。哦。一种是雪棉，一种雪衣。它那个黑龙江好像叫另一个名字，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他们东3省的有点区别。都是炸的哈，怪不得那么油的难吃的哈。好有民国风啊，这边哈。有好多的阿姨在这边弹唱啊，穿着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特有意思。这里面有表演吗？我们把这一份打糕，这边的打糕特别有特色哈。对，这个是桂花的，然后还有别的味道的，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我们就买了一个原味的。我们之前只吃过原味，别的没吃过。感觉都是那种甜甜的、糯糯的。在寿司里的人先解绑好车订单。哇，这个小吃街真是我们在全国见过最特色的一个了。虽然说这个吃的哈，大同小异吧，但它这个建筑太有特色了。对，而且它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室内，感觉不错，挺暖和的里头。这建筑既有民国的，然后又有70、80年代的。对，而且它这个1楼有很多的那种不定点的表演，
像那种评书、京剧，就是我们的国粹啊，一些民间的艺术全部在下面有表演。是的，太酷了。我们刚刚在安东老街转了一圈啊，吃了点小吃，但没太吃饱。我们这会儿来了一个丹东这边的一家火锅店，准备来吃点火锅。一进来啊，这边又很有特色了。你看这墙上写的丹东站、凤凰城站、本溪站啊，全是这个火车站的名字。然后写了您脚下的每一块枕木都是 K27、K28走过的枕木。哇塞，感觉好神奇啊！我们逛完了安东老街，来陪狒狒吃一个火锅，狒狒最想吃的火锅。来到东北之后第一顿火锅呀，老想吃火锅了，但是东北好吃的太多了，每天不是什么铁锅炖啊，就是什么别的东北的锅包肉这种的。最近这几个月确实吃的也挺好，但是还是挺想吃火锅的。对，今天就安排一下。因为我俩最近狂长痘嘛哈，所以没有。看我这儿长了个痘，特别大一颗。我看你的痘，这么大一个痘，所以不敢吃辣锅了。要了一个什么？番茄锅，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辣，感觉没有辣了就没有灵魂啊。一点点辣，对，还是要了一点点这个牛油果啊。对。哇，好丰盛啊！